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制定标签。那我们上一节有介绍到一些内建一些很好用的这一个制定标签，但是在我们实务情境上，内建的标签是没办法满足我们实务上所面对的一些各种五花八门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自己制作一个制定的常用的这个标签。那这边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实做一个制定的标签。那这边我们可以先创一个这个资料夹，专门在放我们的这个制定标签。接着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去创一下这一个类别。那我们这个类别的名称就叫做 News Title Attribute。那这个是一个命名的习惯，可能我们制定标签前面就是这一个标签的名字，那后面会加上这个 Attribute， 代表说一看到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制定标签。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在这个类别继承这个 Valuation 的这一个 Attribute。好，那接着里面它会有一个这个overriding 要用的这个东西，我们制定标签的逻辑就会写在这一个里面。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写什么样的逻辑呢？那其实很多的这一个想要验证的一些规则，其实可以用内建的这个正德表达式的这个标签来去做解决。那这边我就想了一个没有办法用正则表达去处理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要验证的资料是在我们资料库里面，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学到一招什么呢？就是如何在这个位置取得我的这个资料库物件。好，就是用这一串。那这边的话，它会提供了一个这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去 get 它的 service， 然后你要取得什么东西呢？我要取得这个资料库物件，你就可以在这边摆上这个资料库物件。那这整个取回来的就会是你的这一个资料库物件。那当然，这前提是你在这边有去做这一个资料库物件的这个注入这边才取得到这当然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一个资料库物件之后我们就要来做一些这个逻辑的判断什么样的逻辑判断呢？我这边直接先做一个复制，再来做讲解。好，那我们今天想要做什么事呢？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个我们这边新增的这一个新闻标题不能跟我资料库有重复的标题，我们来做这件事的判断。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取得说今天这一个使用者输入的这个标题是什么。那这边的话我们要怎么取得到我们要使用者输入的这个 title 的话，这边进来的话它会有一个 value， 那这个 value 是这个一个物件。那所以说我们今天预设我们丢进来的值会是这一个字串的话，我这边可以强制的就假设它这一个东西是一个字串，那定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资料库的这个新闻资料表去做一个捞资料的动作。那我们这边就会去看一下，这个资料库里面 title 里面有没有跟这一个今天我们要新增的这个新闻标题是一样的。那如果不等于空，不等于空就代表说我找到一样的。那找到一样的话，我就会回传一个讯息说已经存在相同的新闻标题。那如果都没有找到一样的话，就会直接跳过，返回了一个验证是成功的。这句话就是代表说我今天验证你这个东西有没有成功，有没有通过。那有通过的话就返回一个成功。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跳出这一个提示讯息告诉使用者说你输入错了。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一个制定的验证程式就很简单的去做写完了。那这个我们制定标签是在做什么？就是检查有没有同样新闻的标题已经被新增了。那接着我们写完了这个制定验证标签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这边去使用它呢？当然使用的方式就跟我们内建标签是一样的。好，那它的名字会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类别名称。那要怎么放呢？这边我们已经放了一个需求了。那我们要加上更多的标签的话，我们就找个你要验证的这个栏位上面可以一直无限的叠上去。那我们这边就叠在上面。好，那这样就放上去了。那但是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省略这一个字尾的部分，因为这个是有点让我们去知道说这个类别是这个用途的。那这边的话 Neko 也已经内建了说你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可以去做一个省略，那看起来会比较顺眼。所以其实 attribute 的部分是可以省略的。所以我们这样子放在这个 title 上面，等一下我们去新增资料的时候就会去验证说
这一个栏位有没有跟资料库的 title 的栏位是有重复的。那这样子的放上去之后，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写的这个自定标签有没有成功的去资料库做一个验证。我们先随便输入好了。可以成功的新增。好，那接着我们来输入一个重复的标题，来看看能不能正常的新增上去。好，有没有看到我按下新增的这个时候，就返回了说已经存在相同的新闻标题。那这一串的提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你自定标签的这个 return， 当验证不通过的时候，你要返回什么讯息给使用者。那可以看到，因为我找到同样的标题，所以这边的话就返回了一个提示讯息，说我的这个新闻标题已经存在了。那但是这样子写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什么小小的问题呢？我们今天会写成一个自定标签，一定是说我其他地方是有重复用到的，没有重复用到，我们就不用特别把它这样写出来嘛。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写成一个标签，代表说你这个标签可能是有复数以上的地方会使用到。没错，跟这个同样的逻辑，我们会有哪个地方会使用到呢？那当然就是修改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找到这个修改的 DTO， 我们修改的这个 title 上面应该也是要去验证说你今天改的这一个标题是不是有跟我们资料库重复，就是新增的地方要验证，修改的地方也要验证相同的逻辑。但是这样子直接用这样的同样的逻辑放上去之后，那修改的部分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来试试看。当这样子这是修改画面，当我们按下 Save 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已存在相同的新闻标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是新增的判断逻辑，但是我们修改的时候，它自己跟自己的标题比到了，而产生出这样的提示。那这样的逻辑一定是不对的。那解决方法当然是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另外再写一个自定标签，判断不同的逻辑。那但是这样子就有点多做了，我们明明可以在类似的逻辑下把它处理掉只需要多一点加工，所以我们不会另外再写一支，我们会在同样相同的逻辑的这一支自定标签下再加上一些判断。好，那我们这边要加上什么判断呢？好，我们就在这边前面在判断是否重复的前面，我们再多加一个判断。那这什么判断呢？这个我们先取出来说，我们今天我们先把这个物件给取到手。那取到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判断这个物件是什么的 type。那如果今天这个 type 是 EDIT 的 DTO， 那我们就做下面这件事。那下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再去把它再多加一个条件，就是自己的这个 ID 不要等于自己的这个 ID。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的这一则给排除掉，不要自己跟自己比。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修改的情境下而进来这一支验证标签的时候，我们就多走一道逻辑程序。那这道逻辑程序就是排除自己这一则的新闻，那不要跟自己比。那排除了之后，这边就不会进来，这里就会直接成功了。那如果是进来 create 这一支，那这边的话就不会进去这个排除自己的这个 ID， 只会跳过，那就会比对到相同的新闻就会进去。所以用像这个逻辑之后，我们就可以一支自定标签搞定新增跟修改的这一个标题是否重复判断的这一件事情。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试试看是否可以让我们正常的去做修改了。好，我们再进去修改一次，按下 Save， 有没有看到这一次我们就真的成功的去修改它了。好，那所以说其实今天这边我们还教了两个特殊的用法，除了制定标签之外，第一个特殊用法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取得资料库物件，其实也不是资料库物件，取得 service 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一个就可以取得你在这个 program 注入的这一个物件，你要怎么在这个环境去取得，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去取得。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是哪一个类别使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定标签，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取得目前正在使用它的类别，来去判断说今天我们遇到 A 类别我们就做这件事，遇到 B 类别就做另外一件事，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
那今天这边就算是简单的讲解了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制定标签。那在制定标签这边环境也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那比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完成我们的需求这边就要靠2个特殊方法去做也一起顺便教给大家。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